10岁这年，我决心成为富二代。富婆阿姨想包养我爸爸，我不再哭着告状，而是给他们望风。富豪叔叔追求我妈妈，我帮着妈妈圆谎。爸爸妈妈为了让我保密，不断给我钱，我叫他们给我买房，我喜欢房子。奶奶忧愁地看着我，宝，你不怕你爸妈被人抢走啊？我看着奶奶风韵犹存的脸，苦口婆心。奶，隔壁徐爷爷喜欢你，他又没儿没女的，你赶紧和他结婚，知道不？我在咱们家的客厅挂上大字，为了让小宝成为富二代而奋斗。正文开始，我家说穷不穷，但一定不富裕。我爸爸开货车给人送货，卖的是力气钱，1个月赚6、7千。我妈妈在一家公司做前台，1个月赚3000多。在京市这个地方够生活了，但我们生活在一本书里，我是书里的虐文女主，注定我的亲人都会有不平凡的遭遇。我爸爸将来会出车祸，断了双腿，郁郁寡欢，脾气暴躁。我妈妈会受不了，丢下全家，跟着一个香港富商跑了。我奶不得不开始捡瓶子卖钱养我和我爸。我长大之后，我爸和我奶会重病，还没钱治的那种，我就得卖身给男主，成为他的金丝雀，被虐的流产，被割一个肾，还要坐几年牢那种。我都被吓哭了，和我最近背着大人偷偷看的那本言情小说很像，里面的女主被虐，我也气哭了。没想到我将来也会被刀子割肾，还得流产，还得蹲大牢。我的天，我看着我因为贪吃而鼓起来的小肚子，直接吓晕了过去。对一个小学生说他将来会流产和割肾，真的太残忍了。我决定了，我必须改变我的命运，也必须改变我全家的命运。我要成为富二代，我的未来就因为我不是富二代，所以我才要吃那么多苦。我在作业本上整整齐齐写下一行字，问如何成为一个富二代。想了想，我又写下第2行，答让爸爸妈妈成为富一代。下午放学的时候，一个长得有点胖的阿姨又在路边等我，看到我，她笑成了一朵花。我记得她姓郑，开了一家服装厂，爸爸经常帮她送货。她很喜欢爸爸，因为我爸爸长得特别好看，她现在可以算玉面小生那种类型。我爸又是那种老实巴交的性格，干活多，说话少，给人很可靠的感觉。郑阿姨为了讨好我爸，就来讨好我。之前我都冷着脸不理郑阿姨，因为觉得郑阿姨是拆散我家的坏人。但现在我长大了，北北，郑阿姨看到我，立刻笑成了一朵花，热情道：“宝贝儿，阿姨今天路过学校，就来看看你。”我立刻花蝴蝶似的冲了过去，扑进了郑阿姨怀里。阿姨，北北好想你呀！前几天她来看我，我还气呼呼把她的蛋糕扔地上。现在她听我这么说，脸上笑成了一朵花。我们俩亲热了一阵，她立刻把给我的礼物拿了出来，一只米老鼠玩偶，还有一条很漂亮的小裙子。我立刻高兴地说：“阿姨，你有空吗？北北陪你去吃饭。”她立刻道：“阿姨有空，走，你想吃啥？阿姨带你去。”我给我妈妈打电话，说我自己去图书馆写作业。京市的图书馆特别多，我家附近就有一个。我爸妈忙，我就经常自己去图书馆看书学习。然后我给爸爸电话：“爸爸，你在干嘛呢？”爸爸回答：“宝贝，爸爸刚给人送了货，准备回家给你和妈妈做好吃的呢。”我爸爸是个典型的好男人，他和我妈妈都没有大志向，得过且过。我撒娇：“爸爸，我在学校附近的肯德基，你来那里接我。”我爸爸说好。我握住郑阿姨的手，真诚地说：“阿姨，其实我爸爸是很喜欢你的，我听到他做梦都梦到你了，喊你的名字，玲玲。”郑阿姨激动的呼吸急促。我继续说：“阿姨，我也是很喜欢你的，要不我认你做干妈吧，行吗？”郑阿姨不能生育，因为这个她和她老公离婚了，这几年一直自己过。不过她事业挺成功的，至少比我爸妈成功太多了。郑阿姨赶紧点头说好。我立刻甜甜的笑了。我吸着可乐的时候，我爸爸来了。爸爸看到郑阿姨有点震惊，不过爸爸是个好男人，他有点不善言辞。全程我在说学校的趣事，他们俩就配合我。郑阿姨娇羞得很，一直在偷看爸爸。爸爸被看得面红耳赤，手足无措。然后我又缠着他们俩去游乐园玩。爸爸对女性是很照顾的，所以对郑阿姨也很照顾。郑阿姨特别高兴，还给我转了个大红包，8888。她发我手机上，然后自己帮我点了接收，说是她认我做干女儿的见面礼。我当场就叫她干妈。郑阿姨走了，我上了爸爸的小货车。爸爸的小货车在京市繁华的街头看起来很破旧。上了车，我不高兴地说：“爸爸，为什么别人家是小轿车，咱们家就是这个货车呢？妈妈穿着漂亮的裙子，要是从小轿车上下来，那该多好看啊！我要是也坐小轿车上下学，那该多有面子呀！”我爸爸有点尴尬。要是之前，我肯定不会说这种话，我会认同他们一家人平平安安在一起，穷点但是幸福。但我现在知道了，那就是谎言，贫穷一定不会幸福的，至少我们家是这样，所以我们都必须虚荣起来。爸爸开始自责，北北都怪爸爸，是爸爸没用，没能给你和你妈妈好的生活。要是原来我会安慰爸爸，说我很幸福，但现在我说，爸爸，你知道是你的错就好，你是一个男人，开货车是不能做一辈子的，你知道吗？爸爸有点懵逼地看着我。回了家，家里只有奶奶在摘菜，我拉着爸爸去了我的房间，我让他坐在书桌那里，我坐在床边，认真地对他说：“爸爸，你不能再这样穷了，妈妈那么漂亮，你不怕她跑了吗？”爸爸脸上立刻就浮现起了惊慌。我继续说：“而且你看看我们住的老破小，奶奶腿脚不好，每次爬楼梯都累得腰酸背痛的。而且咱们家要是没钱，我将来能嫁什么好人家呀？爸爸，为了咱们家，为了我，为了妈妈，为了奶奶，你必须振作起来。”爸爸点头，站起身道：“我以后都加班运货，多挣点钱。”我赶紧摇头：“爸爸，郑阿姨一个女人又离婚了，没儿没女的，她对咱们家又这么照顾，你为什么不能让她高兴高兴呢？你让她高兴，郑阿姨也不是小气的人，肯定会给你钱，这是两全其美的事呀。”爸爸的表情皲裂了。我道：“爸爸，你放心，妈妈不会知道的，就算妈妈知道了，但她要是知道你这么做也是为了让我们家能有好生活，她一定会感动得更加爱你。”我爸爸脑子要爆炸了。这时他的微信响了，
是郑阿姨叫她明天去帮她运货。我赶紧抢过手机回复，好的，玲玲，今天我很高兴，很久没这么放松了。郑阿姨发了表情过来，也说自己玩得很高兴。我回，我去做饭了。郑阿姨，我也好久没吃家常菜了。我回，有时间我给你做，只要你不嫌弃。郑阿姨，那就明天吧。我回，好。我爸爸呆呆地看着我，我说，爸爸，你不想我过得好吗？郑阿姨一次给我的零花钱比我从小到大存到的钱都多。爸爸赶紧保证，我会好好对她。那你可千万别让你妈妈知道了。我拍着胸脯保证，我保证，但是爸爸，你得把钱都给我保管，因为我要成为富二代。我爸爸答应了。第二天，我爸爸去了郑阿姨那里。我下午放学坐了公车去我妈妈的公司。妈妈是前台，有客人的时候就端茶送水，没人的时候就是玩手机虚度光阴。这时，这家公司的老总走到了妈妈身边，对她嘘寒问暖。妈妈诚惶诚恐地站在旁边，看样子就很抗拒。但这个老板姓王，妈妈最后就是跟着他跑了的。何必呢？绕那么多弯路。王老板拍了拍妈妈的肩膀，进去了。我赶紧过去。妈妈看到我，脸色有点尴尬。我天真的说，妈妈，刚刚那个叔叔好像很喜欢你。妈妈忙捂住我的嘴，别胡说。我拿出作业来写道，妈妈，我没胡说。校长就很喜欢李老师，不仅给李老师涨工资，还给李老师买很贵的礼物。李老师的儿子因为校长的关系，直接上了最好的初中，那所初中可以直升4中，就算成绩不好也能保送名校。我妈妈蹙眉，你怎么知道这些的？我和芳芳躲在办公室外面偷听到的呀。妈妈道，你别出去瞎说，这是大人的事，这么做是不对的。我认真的说，妈妈，对错不能当饭吃，但是得到的利益是可以的。我希望有李老师那样的妈妈，我以后肯定考不上4中，要是我的爸爸妈妈能让我直接上4中就好了。我捧着脸，天真的想象，我希望我们家有别墅，这样我就有自己独立的小房间，不用和奶奶一起在客厅打地铺。我还要养狗，狗狗就有一个草坪可以玩了，家里再也不用因为东西太多而乱糟糟的。别的同学生日会，我再也不用因为不能请他们来家里玩而不敢参加了。妈妈，要是我们有一栋大房子，我就可以请同学来家里做客，我生日请他们来玩，平时也可以来我家里写作业，奶奶一定会给我们准备蛋糕，还切水果。我妈妈陷入了沉思，我在旁边写完了作业，就开始认真学习英语。我要做富二代，就是要激我爸妈，而我自己也要努力读书，成为卷王，将来考上北大。为什么考北大而不是考清华？那是因为我的名字叫金北北，我和北字有缘。而且我看到过一个新闻，一个学生是清北的苗子，他家里欠了钱，债主来学校闹，学校立刻就出面联合了个部门，把他家这个债给平了。我成为了一个牛逼闪闪的人物，那我的命就会金贵起来。我的肾也一样，我的子宫也是。到时候要是有爸总要来包养我，要割我的肾，我相信我北大那些神通广大的校友一定能救我。所以除了给我爸爸妈妈做思想工作外，我就是努力学习。王老板出来的时候看到我了，他立刻很欢喜地说，思思，这是你女儿，长得真可爱。我甜甜的叫人，王叔叔好。我妈妈经常提起王叔叔的，说王叔叔人好，长得好看，我爸爸都要吃醋了。王叔叔笑的褶子都出来了，他立刻从脖子上取下一块玉给我，叔叔给你的见面礼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和王叔叔聊了会儿天，然后就下班了。王叔叔立刻说，我送你们。妈妈刚想拒绝，我立刻道，好的，谢谢叔叔。我又对妈妈说，妈妈，今晚爸爸要加班，没办法做饭了，我们要在外面吃。王叔叔听了立刻说，那我和你们一起吃，我也是孤家寡人的，离婚这么多年，冷清的很。我发信息给爸爸，让他多陪陪我干妈，晚上我和妈妈自己解决。又打电话给我奶奶，说我们给她打包回家。和王叔叔吃饭，王叔叔全程都殷勤得很，妈妈全程有点不自在的尴尬，但还是勉强应付。这都有一个过程，慢慢来。吃了饭，我们打包了没咋动过的菜给奶奶带回家。回了家，爸爸对妈妈殷勤无比，妈妈对爸爸也体贴入微。我知道，因为他们俩都觉得对不起对方，所以都拼命对对方好。等妈妈去洗澡的时候，爸爸一脸心虚的拉我到角落里说话。他说，北北，今天你干妈？哎，他拿出一张银行卡给我看，道，你干妈说这是给我的零花钱。我忙问，爸爸，你查了吗？里面有多少钱？爸爸羞恼道，20万。怎么办吧？我总感觉良心不安。我摸摸自己的肚子，又把小手放在爸爸的肚子上。我说，爸爸，你要是在乎你的良心，等我长大了就要失去我的子宫和我的肾了，你选一个吧。爸爸一脸惊恐地问，为啥呀？闺女，你是不是中邪了呀？我摇摇头，给他分析道，爸爸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你这么穷，又开货车，货车是很危险的工作，你要是出了车祸，我妈妈肯定会跑的。我继续道，你要是出事，我们就没收入了。你觉得我一个女孩子能做什么挣钱呢？当然是出卖自己呀！你忍心我将来出卖自己的话，你就继续做你的道德标兵吧。爸爸沉默了一下，然后猛地扇了自己2巴掌。闺女，对不起，都是爸爸的错。爸爸之前太懒了，得过且过，没有给你一个安全的环境，让你这么担心将来。我将来一定痛改前非。我打断他，爸爸，你不要发这种誓了，没用的。我看着他，你这种差生，没有头脑，没有才能，做不了生意，也没有技术，你也没有自律的恒心，你只有吃软饭，因为你还有身材和脸。所以，爸爸，你知道你以后要做什么了吗？我爸爸迷茫地看着我，挣扎道，我觉得我可以去开个烧烤铺子呀。爸爸，你必须坚定地认识到你没有什么才华，你要是能开烧烤铺子，你早就成功了。你不会做饭，只会过按部就班的生活，所以你以后的人生就是保养自己，然后讨富婆的欢心，懂了吗？爸爸沉痛地点点头。我把卡收到了自己手里，我说，爸爸，你的认知现在还达不到挣大笔钱的水平，超过你认知的钱一定会被你败光，所以必须给我保管，你有异议吗？他赶紧摇头，我出卖自己的良心和身体，也是为了让你和你妈妈过上好日子，我怎么会不愿意呢？我点点头。
我一定会在妈妈面前为你说好话的。我将来长大了，一定给你买大大的房子住，我给你买私人飞机，我给你请20个保姆伺候你。爸爸，你放心吧，你的付出是有回报的。第二天，我让爸爸带我去办了张银行卡，属于我自己的。然后我们干妈给的20万存进了我的卡里。干妈又一个电话把爸爸叫走了。我回了学校，努力学习，下课也在拼命学习。下午放学，我又去了妈妈那里。王叔叔这次直接拉着妈妈在楼梯间表白，我就在后面偷听。王叔叔说：“思思，我喜欢你，我对你一见钟情。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，穿这些地摊货，真的太屈才了。让我照顾你，穿金戴银，不好吗？”不行，我不能对不起我老公。王叔叔，我不介意做地下情人，我可以帮你养老公和孩子。我突然开口，谢谢王叔叔。他们俩吓了一跳。我妈慌慌张张解释：“宝贝，妈妈没做对不起你的事，你要相信妈妈。”我按住妈妈的手，真诚道：“妈妈，叔叔说的对呀，你就该穿金戴银，住豪宅别墅，你干嘛要委屈自己呢？而且王叔叔这么可怜，他只求你一点点爱。我相信人类的爱就是一个瓶子，里面装满了爱。你把你的爱倒一半给我，倒一点给王叔叔，剩下的给爸爸，那就很好了呀。”所有人都快乐了。妈妈震惊了。我对王叔叔说：“叔叔，你真的能做到默默爱我的妈妈就够了吗？”王叔叔赶紧保证：“只要看到你妈妈，我就高兴了。”我叹了口气，我妈妈这么漂亮，真的吃苦了。我们家30平的小房子住了4口人，我妈妈太辛苦了。王叔叔立刻激动道：“思思，你要是愿意，我现在就送你一套房子。”我赶紧说道：“王叔叔，如果你送我妈妈房子，那就是破坏我妈妈的婚姻了。我相信你的爱不会这么自私。”王叔叔犯了难道：“那怎么办？”我拿出一串佛珠道：“王叔叔，我学过几天道法，会给你算命和改名，你可以尊称我一声大师。这套房子就是你给我的辛苦费。这也是我偷偷看小说看到的，里面的小孩随便给人看看，解决一些邪祟问题，就能被送几百万或者别墅之类的礼，没把我羡慕的口水流下来。王叔叔很有钱，对我妈妈又是真爱，立刻就带着我去房管局过户了一套房子给我，64厅220平的大平层。我感动地抱住房本，对妈妈道：“妈妈，你要好好对王叔叔，为了你女儿将来的生活，为了爸爸，为了你自己，你也要好好对待一个真心爱你的男人。”妈妈也被王叔叔的大方震惊了，估计妈妈之前根本没意识到王叔叔到底多有钱，不然原著剧情里她也不能跟着王叔叔跑了。所以这次妈妈看王叔叔的眼神多了崇拜和爱慕。10岁这年，我立志成为富二代。我的爸爸被一个富婆包养，我的妈妈被一个富豪包养，我有了一套房子，还有上百万的存款。爸爸妈妈对彼此更好了，因为他们都觉得自己背叛了对方。每天早上他们各自去上班，爸爸依旧开着他的货车出门，只不过是去干妈家，或者和干妈一起去公司。爸爸没有什么才能，但他长得好看，还听话。妈妈每天出门上班，其实是去陪王叔叔，他们会一起带我去游乐场，或者爸爸和干妈带我去玩，或者妈妈和王叔叔带我去玩。为了不穿帮，我让他们要是去公众场合，必须先告诉我一声，我好帮确认另一方会不会也去那里碰到。事实证明，惊世很大，他们没有相遇过一次。我11岁这年，妈妈很苦恼，因为她怀孕了，她不确定孩子是爸爸的还是王叔叔的，她想把孩子打掉。我立刻就阻止了她，我说：“妈妈，不管孩子的爸爸是谁，他都是你的孩子，也是我的弟弟或者妹妹，是爸爸的也行，是王叔叔的也行。”我补充了一句：“最好是王叔叔的，因为他的财产多。”干妈知道我的妈妈怀孕了，黯然神伤，因为她不能生育。我安慰她：“干妈，你已经有了我这个女儿了呀，你放心，我用我全家的性命发毒誓，以后我保证会给你养老，你生病了伺候你，你老了动不了的时候也伺候你吃喝拉撒，你就是我的亲妈。”干妈大手一挥，也送了我一套房。之前王叔叔送我那套房，我们已经搬进去住了。干妈送我这套，我出租了，每个月收租6500，比我妈妈1个月工资都高，也比我爸爸的工资高。但很快，干妈也怀孕了，这太令人震惊了。干妈的怀孕几率极低，但她还是怀孕了。干妈怀孕之后，情绪极其敏感，要我爸爸陪着，尤其是晚上，要是干妈一个人，我也不放心。毕竟干妈和王叔叔，我都已经把他们当成了家人。我劝我的妈妈：“妈妈，王叔叔天天盼着你生孩子，就希望这个孩子是他的，不如你和他结婚吧。就算这胎不是他的，下一胎一定是他的。”妈妈纠结道：“但我还爱着你的爸爸。”我牵着妈妈的手：“爸爸为了赚钱要去非洲2年，等他回来了，你们再结婚是一样的，这样王叔叔也能更加感受到你爱他呀。可是你爸爸会同意吗？”我说：“我去和爸爸说。”我对爸爸说：“爸爸，你就去照顾干妈吧。”我对妈妈说：“你要去非洲开货车，离开2年，等干妈的孩子生了，养到1岁了，你再回来。”爸爸道：“他愿意吗？”我道：“我对妈妈说，和你离婚，你才有危机感，你才会早点回来。再说了，你每个月给家里打10万的生活费，妈妈怎么会不相信呢？”我和妈妈说：“你外派是10万1个月，因为那边条件艰苦。”爸爸回去和干妈商量，干妈直接给了我300万，说这是对我和妈妈的精神补偿。爸爸离婚那天，妈妈大着肚子，他们俩紧紧牵着彼此的手，泪眼婆娑，依依不舍。工作人员道：“结婚去右边。”我赶紧道：“他们离婚，他们把名下所有财产，包括银行卡里的钱，都转给我了，还有我们之前住的那座老破小。根据原书剧情，我会在房价最便宜的时候，因为缺钱而卖出去。后来那里拆迁，我直接可以成为上亿的富豪。”爸爸对妈妈说：“思思，你好好照顾自己，好好照顾北北，你是我的最爱，女儿也是我的最爱。等我2年后归来。”妈妈感动地擦擦眼泪：“我会好好等你的。”他们都松了一口气，妈妈可以安心和王叔叔结婚，给王叔叔生孩子了。爸爸可以安心和干妈结婚，陪着干妈生孩子了。爸爸妈妈还是回到了我们住的家。第2天早上，爸爸穿着新买的西装，拖着他不多的行李走出了家门。妈妈因为孕期很爱睡觉，没有醒，而我和奶奶陪着爸爸下了楼。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小红花，别在了爸爸的西装口袋上。爸爸瞬间看起来像是一个新郎。
奶奶擦擦眼泪，对爸爸道：“儿子啊，好好伺候新媳妇，人家一把年纪给你生孩子不容易。”爸爸含泪道：“妈，我知道了，思思和北北就麻烦你照顾了，等我2年，我一定回来。”奶奶道：“傻子，你放心去吧，我会好好照顾他们的。思思对你一片痴心，你不要有了好日子就忘了她。”爸爸道：“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思思和北北有好日子过，我怎么可能忘本？”我问爸爸：“我们家的家训是什么？”爸爸立刻条件反射：“为了让金北北成为富二代而奋斗，为了让金北北成为富二代而奋斗，为了让金北北成为富二代而奋斗。”爸爸上了干妈的车，我看着干妈喊道：“妈妈，我终于能光明正大的喊您妈妈了。”干妈抱着我一叠声说：“宝贝儿，感谢你，真的感谢你。”奶奶上楼照顾妈妈，我送爸爸和干妈去民政局结婚。工作人员看到我目光同情，他们签字的时候，我立刻拿出单词本开始背。我报名了雅思考试，我要从小就参加雅思托福考试，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。学校有任何演讲比赛，我也要参加，提高自己的胆量和语言表达能力，提高自己，争分夺秒，不舍昼夜。把爸爸嫁出去后，我松了口气。我已经给爸爸制定了任务，每天都要写500字以上的思想汇报给我，语音也行。我要知道他的心理动态，好及时对他进行干预和治疗，以及行为矫正。爸爸走后，奶奶接我放学的时候，忧心忡忡问我：“宝宝啊，你不怕你爸爸妈妈有了自己的孩子就不爱你了吗？”奶奶今年才50岁，风韵犹存。我们家的人颜值都很在线。我牵着奶奶的手，苦口婆心：“奶奶，咱们小区的徐爷爷无儿无女，喜欢你那么久，你真的应该考虑考虑了。徐爷爷家里3套房，嫁给他你不吃亏。而且你想，爸爸妈妈都在为了让我成为富二代而努力，奶奶您不做点什么，让爸爸妈妈轻松一点吗？”奶奶沉默了。回去后，奶奶看着客厅那幅白纸黑字的毛笔字，为了让金北北成为富二代而奋斗，陷入了深深的沉思。奶奶没沉思几天，因为我们又要送妈妈出嫁了。妈妈泪眼婆娑：“妈，我对不起锦城。”奶奶忙制止了她：“思思，是锦城对不起你，没给你好日子过呀，逼着你也没办法。你也是为了他和孩子，还有我这个老太婆牺牲的，老太婆真的要谢谢你。你就是我的亲女儿，你先跟着小王过，等锦城挣了钱回来，咱们家好了就接你回来。”我抱住妈妈：“妈妈，今天你为我牺牲，明天我为你养老，以后你老了，我要是不对你好，我就不是人。妈妈，你放心去吧，以后弟弟或者妹妹都会感谢你的选择。”妈妈穿了一件崭新的旗袍出门，是我和奶奶花了2万给她买的。她今天去领证，王叔叔又送了我1套房，我立刻改口叫了爸爸。我送他们去民政局领证，他们签字的时候，我照样拿出英语单词本出来背。我要在小学的时候把英语和语文给全部背完，这是我给自己的规划，并且还要流利的说英语。语文就是把初中高中要考的也全部给熟读背诵和理解，这样既锻炼我的语言表达能力，又能锻炼我的思维能力，还能为我将来学习数学、物理、化学之类的难的科目节省时间，还能为我参加课外活动积累更多的竹马和好姐妹预留时间。把妈妈嫁出去后，家里就剩下我和奶奶，冷清了很多。妈妈每天也要给我思想汇报，妈妈每个月也要打10万生活费给我。这时我在王叔叔面前说，我爸爸每个月给我和妈妈10万生活费。王叔叔立刻说，叔叔也给你。我说谢谢爸爸。把妈妈嫁出去后，我也上初中了。其实把爸爸妈妈嫁出去只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小插曲，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就是学习。我学完了考英语专8的所有单词和试卷，我考了5次雅思，5次托福，分数都在7以上。我读完了所有老师要我们读的名著2遍，我背完了唐诗300首，宋词2本书，我还背了所有老师推荐的课文。我参加小学生演讲大赛，年年得第一。我参加小学生英语演讲比赛，年年得第一。我主动报名去国旗下演讲，我争取做了班长。我关心班上每一个我能关心的人，还加了他们爸爸妈妈的微信以及同学的微信。我相信有缘一定能用到对方。我是社牛，我不做清冷小白花。我要是我的人脉遍布全世界，谁能知道将来我的小学同学不会在霸总家做保洁或者保安，然后反水救我于水火之中呢？在紧张的学习之余，我对我的奶奶进行了深刻的思想教育。我们进行谈心，徐爷爷长得帅不帅？奶奶捂嘴笑，哎呀，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谁管帅不帅呀？奶，你想，你和徐爷爷在一起，不就是有个伴儿，多做一个人的饭吗？你还可以叫他把每个月的退休金给你，就当做了个保姆的活，你为啥不愿意呢？可是我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还结婚，别人不得说我是老妖怪，别人嫉妒你呢。我奶奶这么美丽，要不是徐爷爷挺好，我都想把你介绍给我班主任。他今年35岁，离婚了，还没有孩子。奶奶，你嫁给我班主任，他就直接有个孙女了。奶奶愣愣地问，你班主任就是那个高高瘦瘦的帅小伙？奶奶捂嘴笑，上次他还叫我大姐呢。我也高兴道，那咱们就考察考察。我赞美我奶奶，奶，你真棒，没想到你一点不输年轻人，也为了我的富二代之路添砖加瓦了。奶奶握紧了拳头，给自己鼓劲儿。李春凤，加油，你一定可以的。我去了学校，和班主任谈心。老师，您相亲怎么样了？班主任笑得有点勉强。哪壶不开提哪壶，去，学习去。我语重心长，老师，我是关心您。我这里有个姐姐，和您一样，也是单身。周末您来我家吃饭，我给您介绍。我拿我班长的名誉发誓，我没开玩笑。给了老师地址和时间，我就离开了。回了小区，碰到徐爷爷，我打声招呼，看着徐爷爷叹气。徐爷爷好奇道，北北，你怎么啦？小小年纪就叹气。我忧愁道，徐爷爷，我从小就没有爷爷，我奶奶拉扯我长大不容易，我也是把您当亲爷爷才和您说掏心窝子的话。徐爷爷急了，到底啥情况啊？我道，我一直都希望您和我奶奶结婚，这样您就是我亲爷爷了。但我班主任一个35岁的精神小伙，对我奶也一见钟情了，他还说要追求我奶，明天就会来我家吃饭。
不过没关系，虽然我的班主任赵老师年轻有为，身强体壮，对我奶奶又一见钟情，还说要按照一婚的标准娶我奶奶，将来工资全部给我奶奶，但我心里您还是我最亲的爷爷。我对徐爷爷认真道：徐爷爷，等我奶奶嫁出去了，我就认您做亲爷爷，咱们去办个领养手续，我给您养老。徐爷爷一脸大受打击的离开了。我哼着歌回家，立刻钻进我的书房，奋笔疾书，争分夺秒学习。第二天，奶奶就早早做好了菜，然后她洗了澡，又穿了一身极其年轻的裙子，整个人看起来绝对不超过40岁。我们俩在小区门口等着接赵老师，徐爷爷就坐在那里盯着奶奶。奶奶含羞带怯的对他笑了笑，徐爷爷瞬间就六神无主了。赵老师看到我奶奶，眼睛也直了。我拿过他手里的话，道：老师，咱们快回家吃饭吧，我奶的手艺可好了。回了家，赵老师四处看了看，没看到人。我奶进去端菜，赵老师问我，人家姑娘还没来？我指指我奶的背影，在呀，就是我奶呀。赵老师，我奶会生养，你看她生了我爸，养了我，一看就是有福气的。虽然她年纪大了点，但是年纪大的会疼人啊。再说了，你要是闹脾气，我奶能把你当儿子宠，多好。我指指我自己，你和我奶结婚，直接多了个孙女儿，瞧瞧这买卖多划算啊。赵老师陷入了沉思。吃了饭，他们俩就去看电影了。我去楼下找徐爷爷，对着他唉声叹气。徐爷爷，你说人心怎么就这么复杂呢？我以为就老头喜欢年轻的，没想到老太太也喜欢年轻的。瞧瞧，这都什么事儿啊？徐爷爷把棋子按得啪啪响。下午，奶奶回来了，她笑得春光满面。看到我和徐爷爷，她赶紧正经了起来，打了声招呼：哟，老徐也在呀。北北，走，回家，奶给你做好吃的。我问道：奶，我爷爷呢？奶奶娇羞道：八字还没一撇呢，傻丫头，我们俩回家了。徐爷爷也气冲冲走了。我正在家里练习演讲，奶奶做饭时，门铃响了。一看，嘿，徐爷爷来了。他一进门就激动地对着还穿着围裙、湿着手的奶奶道：春凤，你别信那些油头粉面的黄毛的油嘴滑舌，他们只是想要骗你的钱。看我这里3套房，还有我的存款，我的退休金，只要你和我结婚，我保证以后这些东西都是你的。奶奶直勾勾地看着3本房产证，又娇羞起来。这老徐，你咋这么实诚呢？为了你，我愿意。我立刻饱含感情地喊了一声爷爷。赵老师纠结了几天，还是下定决心约我奶奶。他问我，你奶奶喜欢吃什么？我请她吃饭。我怜悯地看着他，老师，您来晚了，我奶奶明天就要嫁给别人了。他说不能耽误你。说完，我拍拍他的肩膀，抱着作业回了教室。第二天上午，我请了假，因为我要送奶奶出嫁。奶奶打扮得很漂亮，涂着漂亮的口红，收了徐爷爷38万的彩礼，嫁给了徐爷爷。我依旧带着他们俩去扯结婚证，工作人员都认识我了，目光更加同情地看着我。我也摇头叹气，送全家人出嫁总比送全家人去出殡要好。徐爷爷和奶奶结婚后，他的房子就全部租出去了。他之前2套收租，1套自己住，现在他搬来我家住。收租的钱他收2套房的，1套的租金还有他的退休金交给我奶奶。我和我奶奶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变化。现在我每天努力学习，上补习班、才艺班。我奶奶多做一个人的饭，她反而更高兴了，有了个老伴儿，每天陪着她买菜、做饭、唠嗑。2人吃了饭就去小区遛弯、散步，参加小区里的老人活动。作为一个孝顺的孙女，我周末或者寒暑假就会带他们出去旅游，把他们安排得明明白白。我妈妈生了一个弟弟，干妈也生了一个弟弟。妈妈对我和爸爸很愧疚，因为2弟是王叔叔的。爸爸对我和妈妈也很愧疚，他们只能一人又给了我50万，还不让对方知道。王爷爷和我奶奶有我承欢膝下，生活也更有盼头了，因为我一看就是以后靠得住的。我也经常去看我爸爸和干妈，或者去看王叔叔和我妈妈，他们都过得挺好的。初3的时候，爸爸含泪要和干妈离婚，我赶紧阻止了他。我说，爸爸，你回家别提领结婚证的事，妈妈肯定也想不到结婚证这茬。爸爸点头。干妈虽然很不舍，但她知道这是她买来的幸福，所以也愿意爸爸回家。干妈觉得对不起我妈，又送了我一个店铺，说这是给我妈的补偿。妈妈也在纠结离婚的事，我用了一样的说辞，所以妈妈带着2弟回家了。他们俩谁都没提重新领证的事，爸爸也回家了。他们俩还是相爱的。我猜他们每次通话都是找了个安静的房间，诉说对对方的相思之情。爸爸抱着2弟，很是爱怜。奶奶和徐爷爷也很喜欢2弟，说家里多了个孩子就是热闹，但是这很快就包不住火了。因为3弟平时是爸爸带的比较多，爸爸一走，3弟就要爸爸，还气哭了，发了高烧。干妈没办法，着急叫爸爸回家。这电话叫我妈妈给听见了，爸爸慌张地求妈妈原谅，妈妈却说，我不怪你，因为我也对不起你，我也爱上了别人。我含着眼泪说，你们要怪就怪我吧，你们都是为了我才牺牲了自己的爸爸妈妈，你们是最好的爸爸妈妈。我们一家人抱头痛哭了一场。然后干妈带着3弟来了，王叔叔也赶来了，一家人都心胸开阔地吃了一顿团圆饭。徐爷爷最高兴，因为他直接从孤家寡人变成了儿孙满堂。奶奶也高兴，爸爸妈妈终于回家了，咱们家终于齐全了。我读高1的时候又搬进了新家，新家是一栋别墅，别墅的左边是王叔叔和妈妈的家，别墅的右边是干妈和爸爸的家。我家的别墅写了我的名字，住着奶奶和徐爷爷，他们的别墅是全款买的。我的别墅还有房贷，房贷是干妈和王叔叔出的，别墅的物业费是徐爷爷出的。经过我的努力，我从高1开始就是学校标准的模范生，3好学生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。我还参加电视节目，每周6主持一个综艺，我还会拉大提琴、弹钢琴和跳舞。在王叔叔的带领下，我还进了京市的名媛圈，我被保送进了北大。原著剧情里，爸爸在这时候得了尿毒症，但这些年爸爸一直定期体检，有病就治，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，保养他的身体和脸，比吃饭还上心。原本的尿毒症也没有找来。奶奶本来因为常年弯腰捡瓶子，老眼昏花，跌倒后中风瘫痪，要花很多钱才能救得回来。但现在奶奶天天和徐爷爷跳广场舞，还跳得探戈，比年轻人精力还好，也没中风瘫痪。而我本来是因为没钱，在大酒店做服务员，被霸总看上，然后开始强制爱。
但现在开车都是开迈巴赫，手上的腕表都是几百万，谁都知道我是个富二代。原本剧情里，我的室友要嫌弃我穷酸，霸凌我，孤立我，但我一进学校就竞选班长，凭着出色的外貌和绝佳的演讲水平，征服了全班的男生和部分女生，征服了全部老师。我还进了学生会，做了主席秘书。我的计划是：第一学期熟悉学生会事务，第二学期架空主席，大二时坐上主席的位置。咱大小是个官，谁敢霸凌我？我还学了防身术，身上随时带着便携电击棒和小刀。为了保护我的肾和我的子宫，以及我没有牢狱之灾，我时刻警惕。架空主席很简单，给他钱，让他别管事了，都交给我。成为主席也很简单，给老师钱，让他保我上位。不过我是女主，我的能力无人能比。只不过这个世道不是道德标兵比赛现场，我也不想做那种受了委屈躲起来哭，没人替我做主的小可怜。姐要掌握权力，因为是班长，我掌握了我们班所有人的家庭信息，挑了一个家庭背景相当牛逼，长得还算清秀的同学做我的男朋友。幸好原著的霸总是从商的怕从政的。我也不知道原著里的霸总是谁，叫啥名，只知道长得很好看。男二、三、四也都长得很好看。我男朋友叫周志清，非常稀罕我，对我言听计从，毕竟我条件摆在那里了。作为女主，我有一张不输任何人的脸，还有凹凸有致的身材。我的学历是顶尖学府的本科，我的家境是富二代，我的情商和智商更别提了。我要提高自己的名声，所以我在大二下学期的时候就辞去了学生会主席职务，毕竟该认识的人也认识的差不多了。我让王叔叔帮我运作，我参加了港城的选美小姐大赛，得了冠军。当然有一些男的要来包养我，但知道我的家境，知道我的男朋友是谁的儿子后，那些人就对我恭敬有加了。大三的时候，我专心备考，目标是重点选调生，我一定会成功，因为我有女主光环，我将来会坐在高高在上的主位，为了经济发展，召集那些霸总开会，我会成为了一个威严的上位者，听着他们的汇报，我会成为电视里年轻有为的干部，而不是一个任人宰割的小白花。我会嫁给我的男朋友，借着他家的东风，能爬多高就多高。我还有2个弟弟，1个妹妹，我会好好培养他们，他们都是我的助力，我的支持，我的后盾。我是女主，我再也不用害怕这个身份，我要我的孩子成为贵族。全文完。